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时光如夏》故事解说。一家花店内，江宁正在打理店铺。一位顾客上前想要买花，江宁告知对方，店里的花是男朋友所送，并不对外售卖。顾客十分羡慕她被偏爱，随即感慨自己也曾想开一家花店，却被男朋友否定。顾客的男朋友觉得开花店幼稚，毫无价值，认为开花店的人只是虚度光阴，无所事事。江宁听完十分唏嘘，直言对方男友不是想找妻子，只是想找任劳任怨的保姆，换做自己根本无法忍受。两人交谈间，顾客告知江宁，自己的男朋友已经派人来取花。没过多久，王叔来到花店，女子立刻拿出一条粉钻项链，托付王叔帮忙还给顾怀。她表示，这条项链是顾怀昨天强行塞给自己的，价值高昂，自己不敢收下。她心中清楚，这条粉钻项链是顾怀上周专程飞往瑞士竞拍所得。再过几天就是两人的5周年结婚纪念日。他原本以为这是顾怀准备的纪念日惊喜，他想起顾怀昨日深夜归家，借口被事务耽误行程，还温柔承诺次日会弥补自己。这一刻，他彻底看清，在顾怀的人生规划里，身为妻子的自己，从来都是可以被随意搁置和耽误的琐事。江宁一直藏着一个心愿，等生活安稳清闲，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，挂上自己亲手绘制的画作。可每次他提起梦想，顾怀都以公司繁忙敷衍推脱，甚至淡漠表示一幅画而已，丢了也无关紧要。花店店主陶念念看到江宁久久盯着墙上的画，主动搭话，满脸骄傲地告诉江宁，这幅画是自己男朋友亲手所作，不停夸赞对方优秀。江宁看着这幅熟悉的画作，百感交集。这是他耗费心血创作的作品，却被顾怀私自取走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当做礼物送给了陶念念。顾怀曾经笃定否定他的花店梦想，斥责他格局太小，追求无用。转头却利用自己顾氏集团大股东的身份，多次驳回江宁精心打磨的创业方案，处处打压他的事业。江宁彻底醒悟，顾怀用来否定打压自己梦想的素材，恰恰都是他亲手创作的心血，也是他成全陶念念创业的根基。这一刻，江宁神色冰冷，暗暗下定决心，要把自己被偷走的梦想、心血与一切，全部亲手讨回。顾氏集团会议上，顾怀当众严厉批评一份项目方案，称其逻辑混乱，重点模糊，是典型的自嗨型方案，完全无法落地。他看向方案负责人江宁，严肃告知他，若是团队只能交出这种质量的作品，自己会重新评估团队人员配置。会议结束后，同事周杰满心不解，他清楚这份方案远超其他小组，不明白为何会被全盘否定。江宁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温柔叮嘱周杰不必纠结，自己会解决所有问题，让他早点下班陪伴家中长辈。只有江宁自己知道，这是他近3年来打磨的最用心、最完善的一份方案。江宁回到家中，看到屋内摆放的鲜花，疑惑询问来源。母亲满脸欢喜地告诉他，这些花是顾怀送来的。顾怀上个月特意给自己办了花店会员卡，每周固定送2次鲜花上门，还记着江宁素来喜欢鲜花的喜好。可看着满屋鲜花，江宁立刻出现了花粉过敏的不适症状。面对母亲的询问，他强撑着否认，只说是风大导致的不适。他轻声告知母亲自己花粉过敏，打算把鲜花全部扔掉，却被母亲连忙阻拦。母亲劝说他不要辜负顾怀的心意，感慨顾怀工作繁忙，还惦记着家里，叮嘱江宁好好和顾怀过日子，不要因小事闹矛盾。江宁心中满是悲凉，他清楚记得自己花粉过敏的顾怀早已遗忘，却牢牢记住了陶念念的喜好与生日。陶念念对着顾怀满心欢喜地说，自己一直梦想着醒来就能看见满是鲜花，如今终于如愿。江宁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无比讽刺，自己憧憬多年的浪漫生活，所有花销全都出自夫妻共同财产，最终全都成全了别人。这时江宁突然身体不适，也正是这一刻，她确认自己怀上了孩子。5年婚姻里，她无数次幻想拿着孕检单给顾怀惊喜，看他错愕欣喜的模样。可这份期待早已被顾怀的偏心、外人的介入、被盗用的心血彻底碾碎。顾怀察觉到江宁情绪低落，状态不佳，主动向她道歉，坦言自己白天在公司态度太过苛刻，承诺今后不会再这样对待江宁和他的团队，还让他安心养胎，下周会亲自向团队致歉弥补。江宁看着他虚伪的模样，满心嘲讽，和朋友玩笑调侃，可以发文吐槽，老板骂完我之后送了我一束花，朋友也顺势接梗，上班如上坟，坟头开满花。两人的笑意里藏满了心酸。众人闲聊时频频提及念念花坊，发现公司年会的周花也出自这家店，纷纷猜测顾怀是否入股了花店，或是顾家主营花卉批发。随后江宁来到念念花坊，陶念念热情上前接待，雀跃地告知江宁自己的花店即将开分店，男朋友打算将花店打造成连锁品牌，店名就叫念念。
看着陶念念沾沾自喜的模样，江宁冷声质问她：分店的设计是否又要盗取他人成果？江宁当众道出真相。店内的设计图纸是3年前冬天他耗费1下午亲手绘制的作品。图纸右下角的小猫图案是他儿时走失的宠物，是他珍贵的回忆。他字字冰冷地质问陶念念。明知顾怀有家室，明知花店的本钱来自顾怀与江宁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明知店内设计是江宁的心血，却依旧心安理得靠着别人的钱财和成果创业扩张，做着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。陶念念被戳穿真相后瞬间慌乱，哽咽解询问是不是顾怀告诉他两人感情不和。江宁满心厌恶，转身离开，直言这家店晦气，不愿消费。围观路人看清始末，纷纷指责陶念念，拿出手机拍摄视频，想要曝光他的行为。陶念念瞬间慌神，苦苦哀求众人停止拍摄。混乱之际，顾怀匆匆赶到，第一时间将陶念念护在身后，安抚她无人能欺负她，随即让围观群众尽数散开。随后，他转头看向身怀身孕的江宁，态度强硬地要求他给陶念念道歉，就此了结此事。江宁难以置信地质问顾怀是不是彻底疯了，顾怀却无视他的身体状况，警告他不要肆意闹事。为了逼迫江宁妥协，顾怀拿下属周姐的处境威胁他，告知周姐家中老人刚做完手术，孩子尚且年幼，独自撑着整个家，根本承受不起失业的代价。江宁深知周姐的不易，只能强忍委屈，选择隐忍。紧接着，顾怀当众颠倒黑白，向众人解释陶念念只是自己资助的创业合伙人，两人并无特殊关系。他谎称江宁常年患有抑郁症，近期压力过大，情绪失控，产生了无端臆想，所有矛盾都是江宁的猜忌所致。他将所有过错归到自己身上，称是自己陪伴太少，才导致江宁病情反复，愿意承担所有责任，恳请众人删掉视频，不要为难无辜创业的陶念念。围观路人信以为真，纷纷感慨顾怀不易，转头向陶念念道歉。陶念念故作温柔大度，安抚江宁好好养病，丝毫不计较误会。这一刻，江宁彻底沦为众人眼中精神失常、无理取闹的妻子，而破坏他人婚姻的陶念念反倒成了无辜努力的创业者。顾怀拉着江宁让他回家冷静，承诺次日买花赔罪。江宁心中满是极致的讽刺。顾怀用来哄自己的鲜花，依旧是念念花坊的产品，用自己的钱买花安抚受委屈的自己，形成了荒唐又可悲的闭环。彻底心寒的江宁下定决心放弃腹中孩子。在他看来，与其让孩子降生在这段满是背叛与冷漠的婚姻里，不如承受一时的手术之痛。这点身体的苦楚，远不及婚姻带来的精神折磨。顾怀看出他的决绝，语气稍缓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冷静思考后再做决定。深夜，陶念念已然熟睡。顾怀看着独自离去的江宁，并未立刻追赶。陶念念醒来后，小心翼翼向顾怀道歉，担心自己添麻烦。顾怀温柔安抚他好好休息，告知一切次日便会平息。助理见状，小心翼翼询问是否要安抚太太。顾怀摆手拒绝，打算晾江宁几天，让他自己想清楚何事可闹，何事不该闹。随后，顾怀派人前往江宁母亲住处查看，手下回报顾家门锁已被更换，邻居称江宁和母亲3天前就拖着行李箱仓促离开。顾怀立刻下令调取航班信息，查到母女2人飞往海城，曾入住当地酒店，如今已退房，彻底失去踪迹。顾怀满心疑惑，海城并无江宁亲友，却依旧笃定江宁只是闹脾气出走。他怀着自己的孩子，最多1个月就必须回来产检，终究会主动归来。心态放松的顾怀照常安排公司工作，跟进花店品牌方案，还吩咐下人换掉家中鲜花，全部改成江宁从前喜欢的芍药，打算等他回来看到鲜花，气自然会消解。几日后，陶念念见江宁迟迟未归，故作懂事的表示，若是自己的问题，他可以主动搬走，不给顾怀添堵。顾怀淡淡安抚他，与他无关，笃定江宁很快就会回来。别墅佣人提醒顾怀，太太离开后再也没人每日煲汤打理家事，家中事务尽数杂乱。顾怀沉默片刻，吩咐佣人去全城评分最高的粤菜馆，半小时内送一份清淡例汤回来。用餐时，陶念念看着日渐消瘦的顾怀，贴心劝他多吃，还提议次日给自己送一批花店新花，装点空旷的别墅。很快外卖送达，佣人介绍当日例汤是蓉草花炖鸡，陶念念夸赞香气浓郁。顾怀却只闻了一口，便面露不悦，心情愈发低沉，无视了陶念念的讨好。另一边，离开顾家的江宁彻底摆脱了压抑的婚姻，心态逐渐平和。母亲心疼她独自打拼，劝她开一家小店减轻压力，不必太过勉强自己。江宁温柔安抚母亲，老城区租金低廉，只要用心设计，把控品质，生意定然不会差。她暗自下定决心，
不靠任何人，亲手重建被顾怀打碎偷走的所有梦想。江宁看中一套80年代的老房子，坦诚告知房东房屋防水老化、下水堵塞的问题，承诺所有维修改造由自己负责，还会将门店改成藤蔓拱门样式，盘活房屋价值，日后房东想收回也能高价出租。房东被他的真诚和规划打动，爽快签约，减免500元租金，让他按自己的设计用心装修。店铺敲定后，一名园艺系大3学生主动应聘兼职，江宁当即录用，承诺管饭，按天结算薪资。看着即将落地的新店，江宁心中立誓，要亲手夺回所有属于自己的心血。与此同时，顾氏集团召开紧急会议，顾怀当众严厉批评品牌部新改的方案，怒斥团队熬了1周做出的成果，连基础用户画像都梳理不清，完全无法落地。员工连忙解释，已经修改3版，已是最优版本。顾怀不听辩解，强硬下令让江宁回来处理，随即散会。回到家中，陶念念特意为顾怀炖了银耳汤，满心欢喜让他品尝。顾怀觉得甜度太高，直言以后不必再做。陶念念委屈解释，是担心江宁不在家，他饮食不规律，无人照料。顾怀并未回应他的心意，只是公事公办告知他，花店分店预算已审批，让他次日找财务走流程。陶念念瞬间转悲为喜，感动夸赞顾怀最疼自己。而另一边，江宁多次给顾怀打电话发消息，关心他的饮食出行，告知方案已更新发送，可顾怀的手机始终关机，没有半点回应。母亲看着日夜操劳、双手红肿的女儿，满心心疼，感慨她从前从未做过粗活。江宁温柔宽慰母亲，身体虽累，内心却无比踏实安稳。她满心期待店铺装修完成，在窗台种满薰衣草，门头铺满爬藤月季，打造整条街最亮眼的花店。母亲拿出养老钱想要资助她，被江宁温柔拒绝。她深知依靠别人只会被践踏尊严，丢失的一切只能靠自己赢回来。此时顾怀的助理汇报，当年江宁拟定的设计协议，当初奉命清理却被收进书房纸袋，尚未丢弃。顾怀立刻赶回别墅找出文件，纸上清晰写着双方自愿离婚，女方放弃所有顾氏财产，此后互不干涉的条款。顾怀神色冰冷，直言江宁想得太过简单。助理连忙提醒，协议未经顾怀签字，未走正式流程，并不生效，江宁依旧是合法的顾太太。顾怀笃定表示，夫妻没有解不开的矛盾，自己亲自接回江宁，一切风波便可平息。很快，手下再次汇报，海城所有顾氏合作酒店均无江宁的入住记录，母女2人落地后彻底隐匿行踪，未使用任何可追查的身份渠道。顾怀当即下令全面排查海城所有酒店、房产、医院，务必当天查到江宁踪迹。独处时，顾怀想起医生对江宁的诊断，情绪低落、睡眠障碍、重度自责，需家人陪伴，减少刺激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不肯承认是自己的冷漠偏心逼走了江宁，固执认为是他抑郁症发作，无端臆想，无理取闹。深夜，陶念念贴心送上热食，温柔劝说顾怀不要过度自责，宽慰他江宁只是一时想不开，冷静后便会明白他的好。顾怀心烦意乱，冷言制止他再提及江宁。陶念念瞬间委屈哽咽，坦言自己只想陪伴照顾他，还细心记下他的生活习惯，想要学着为他打理3餐、冲泡咖啡。顾怀态度冷淡，直接拒绝了他的所有示好。面对陶念念的不解，顾怀淡淡告知，别墅里到处都是江宁的痕迹，不许任何人随意改动。陶念念彻底委屈崩溃，哭诉自己住在别墅却如同外人，不能碰江宁的任何物品，自己准备的鲜花香薰全被他撤走丢弃。顾怀不为所动，强硬下令让他次日清空客厅、餐厅，往后别墅内禁止摆放任何鲜花。陶念念哭诉他态度前后反差巨大，从前全力支持自己的花店梦想，如今却因江宁离开迁怒自己。他苦苦挽留深夜欲出门的顾怀，却只得到一句疲惫的敷衍。顾怀转身前往公司。次日，顾氏品牌部陷入全面停滞。本季度推广方案、线上投放、物料设计、联名活动、发布会口径全部无法敲定。工作人员汇报，以往所有品牌核心判断均由江宁把控，他离开后，团队彻底失去主心骨。供应商3版替代主视觉全部不合格。商场警告，再不确认方案，黄金档期将转让竞品。新旧方案风格冲突，导致网友吐槽顾氏品牌调性混乱，定位模糊。顾怀震怒，质问团队难道离了江宁，顾氏连一场推广活动都做不了？他强硬下令重做方案，沟通渠道，压缩预算。可员工无奈说明，预算已2轮删减，再压缩只能舍弃线下陈列或达人投放，前期预热数据完全无法承接。团队坦言，核心难题是无人敢定核心卖点。集团扩张过快，年轻用户认知稀释，仅靠硬广无法挽回口碑，需要重新绑定产品线与情绪价值。众人无人敢替代江宁做最终决策。
此前临时更换负责人后，品牌预约转化率暴跌30%，两大核心渠道限期所要物料，否则直接取消合作。季度首发活动即将落空，迫于巨大的项目压力，顾怀最终松口，下令调出江宁此前的旧版方案，明确只是为了救场，并非念及旧情。顾怀快速敲定整改思路，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舍弃复杂线下展区，保留核心门店橱窗联动，稳住品牌基本盘。要求团队连夜提取旧方案可用内容，整合出新版本。工作人员告知顾怀，江宁此前早已预判所有风险，提前做好节点拆分、物料预案、优先级标注，甚至注明管理层改方向后的取舍边界，准备的周全完备，从未给公司留下烂摊子。团队连夜加班，次日9点前交付新版方案。严格按照江宁的思路分层落地，先稳固老客，统一线下陈列，成功赶上供应商执行窗口。顾怀审阅后发现，方案话术温和无攻击性，视觉聚焦产品，鲜花仅做情绪点缀，完全贴合品牌调性。得知所有细节都是江宁离职前提前梳理完毕，顾怀最终敲定全程沿用江宁的框架与批注，补齐此前砍掉的执行预算，不再随意改动核心内容。同时，他下达新规，念念花方所有费用单独核算，无他亲自确认，禁止挂靠任何故事品牌合作，彻底切断两者关联。另一边，念念花方分店装修停工。供应商频频催款，陶念念无力应对，只能向顾怀哭诉求助，坦言独自创业身心俱疲，处处碰壁。他主动示弱，称若顾怀为难，自己可以缩减开支，降低装修标准。顾怀最终松口，从私人账户拨款结算工程款，明确不走公司账目。陶念念满心欢喜道谢，承诺一定会好好经营，不让他失望。随后，陶念念说出自己的困境。众多供货商得知他背靠顾氏，纷纷寻求长期合作，可他没有正式身份背书，谈判处处被动，被刻意压价。他小心翼翼请求顾怀给自己挂一个顾氏虚名，比如花卉项目顾问，无需实权，只为谈判时有底气，不被人轻视。顾怀当场拒绝，明确花店是他的个人项目，与顾氏无关，不会提供任何品牌背书。陶念念积压3年的委屈彻底爆发，哭诉自己3年低调隐忍，不求名分，默默等待，如今连一个虚名都得不到。他直白质问顾怀，是怕自己借势，还是从一开始就只想让他做无名无分的地下情人？顾怀态度冰冷，表明顾氏头衔不是求人谈判的工具，有自己的原则底线。陶念念不肯罢休，哭诉自己只是不想再被人嘲讽靠男人开店，反复纠缠下彻底惹怒顾怀，被他警告不要挑战自己的忍耐底线。陶念念崩溃哭诉，指责顾怀是因为江宁离开才刻意疏远冷落自己，即便江宁主动放手，依旧要将所有人推开。无论他如何委屈争辩，顾怀始终态度坚决，不肯妥协。与此同时，江宁的新店正式开业，初期客流量稀少，店员提议打折促销引流，江宁从容拒绝。他清楚花店经营靠品质与口碑，低价引流只会拉低调性，用心做好产品，自然会积累客源。没过多久，一位婚庆策划师路过店铺，被独特的装修风格和高级花艺审美吸引，进店观摩后连连夸赞，称远超自己以往合作的花艺师。策划师当场敲定合作，预定下周小型婚礼的花艺布置，承诺效果满意便签订长期合作，为店铺稳定引流。